欢迎回来，我是鬼影。今天我们要讲的是6则关于日本真实都市传说改编的恐怖灵异故事。第一则是青山陵园的消失少女。青山陵园，我想你可能听过这个地方，东京最古老、最著名的公墓，白天看起来只是树影婆娑、沉静庄严，但在夜晚却是另一番景象。夜色一降临，所有光亮都像被吞噬了，只剩下一片黝黑的空间。而就在这片黑暗里，流传着一则诡异的故事。有人说，每到深夜，青山陵园的某一条小径上会出现一名少女，穿着干净的白衣，无助地站在某座古老的墓碑旁。她低着头，长发覆盖着脸，像是在寻找什么。若是有不知情的行人靠近，她会突然抬头，以一双哀怨的眼睛凝视着你，然后用细小而颤抖的声音问道：“你知道我怎么回家吗？”这并不只是单纯的都市传说，这可是根据多名亲眼目击者的描述所传开的。我清晰地记得一位年轻男子的故事。他当时只是临时选了条近路回家，经过陵园时正好午夜，陵园内一片死寂。他走着走着，突然感到异样的寒冷，回头一看，竟发现不远处的墓碑旁站着一个白衣少女，正默默地注视着他。他说不清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恐惧、悲伤，还是某种难以言说的压迫。他立刻加快脚步，头也不敢回，直到他远离那片墓地才敢喘息，心脏彷佛被压紧，像是逃过一场厄运。有人说，这位消失少女的存在是2战中的一场悲剧，使她无法安息。那时候战火席卷东京，无数家庭流离失所，据说她便是其中之一，一位在战火中与家人失散的小女孩，最后在这片墓地彻底迷失了自己的灵魂。当时她因躲避空袭逃入墓地，然而却再也没能找到回家的路。时间流逝，无人知晓她的下落，只有她的灵魂依然在陵园徘徊，问着同样的问题，寻找着通往家园的方向。有些人说，少女的灵魂可能已经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或者根本不知她已身在异界。她的执念是如此强烈，让她的灵魂永远停留在这片土地上，日复一日地徘徊于陵园的角落。当地居民渐渐地开始在陵园入口摆上小花，点上蜡烛，甚至供奉些许玩具，希望能够安抚这位无辜的灵魂，让她早日找到安息的路。可是她真的会被安抚吗？也许在我们平静入眠的夜里，她依然悄无声息地寻找着，问着每一位过路人：“请问你知道怎么回家吗？”红色房间，离奇的死亡网站。红色房间，仅凭这个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的网站。我得先告诉你，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网站，而是一个能夺人性命的网页。它表面看起来很简单，甚至毫无威胁，但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的诡异效果和无法摆脱的诅咒。传说是这样的，某些人在深夜上网时，会无意间点开一个红色背景的弹出视窗，里面只有一句话：“你喜欢红色吗？”这句话会随机弹出，当人们试图关闭它时，它却如影随形般无法消失，像是紧紧缠着你的幽灵一般。当你再试几次后，文字会变成“你想住在红色的房间里吗？”这句话出现的同时，一名女孩的影像随之浮现，她面无表情地盯着你，凝视着荧幕。有位年轻人曾经亲自经历过这个可怕的网站。他说，当他看到那句诡异的文字时，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他慌张地点击关闭，试图摆脱这个网页，但是窗依然顽固地存在，并不断出现新的文字，像是威胁一般。他开始感觉到有什么在背后注视着自己，甚至听到房间角落传来细微的声音，仿佛有个影子在凝视他。最后他忍不住逃离了房间，但女孩的影像依然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仿佛已成为她的一部分。你知道吗？这个红色房间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它的来源是一场骇人听闻的真实事件。
2004年，在佐世保市有一名年仅11岁的少女犯下了轰动一时的凶案。警方发现她曾频繁浏览一些暴力和诡异的网站，而这个红色房间网站正是她经常浏览的其中之一。据说，这些黑暗内容像毒药般渗入她的思想，最终让她迷失自我，无法自拔。事件曝光后，红色房间网站成了社会恐惧的象征，也成为了一种诡异的诅咒，让每个不慎踏入它的人如堕深渊，无法脱身。林之森公园的游荡孩子。在东京都多摩市有一座普通的公园，叫做林之森公园。白天这里一片祥和，许多家庭带着孩子来这里散步玩耍。然而，当夜幕降临，这里就像披上了一层诡异的面纱。听我说，这公园的荡秋千并不寻常，甚至有人说，那荡秋千上藏着一个无法安息的灵魂。这个故事从一次寻常的夜间巡逻开始。你可能不知道，但有些夜间巡逻的保安员不敢独自一人来这里，特别是在半夜。他们说，半夜的公园总是显得异常安静，静得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那次，一位保安员在夜巡时发现公园的荡秋千在晃动。当时没有风，附近也没有人，但那座古老的荡秋千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力量推动着，轻轻地摇晃。那名保安员不信邪，便朝荡秋千走去，想要看个究竟。但就在他靠近时，突然他的眼角瞥见了什么，一个小小的身影模糊地出现在荡秋千上。这是个约5、6岁的男孩，穿着有些老旧的蓝色校服，低着头，显得异常安静。保安员顿时毛骨悚然，因为那孩子的脸苍白如纸，一双眼睛空洞无神，仿佛没有灵魂。可那孩子却像感受到他的靠近般，微微地抬起了头，用一双空洞的眼睛望着他。那眼神不是普通孩子该有的，那是种满含怨恨与哀伤的眼神，似乎有无数未尽的心事。就在保安员愣住的瞬间，那孩子的身影骤然消失，只剩下空荡荡的荡秋千在晃动。保安员当时被吓得腿软，连滚带爬地逃出公园，从此再也不敢在夜里巡逻这里。你以为这只是一时幻觉？不，还有更多人亲眼目睹过这位游荡孩子。这故事的背后，据说源于一场悲剧。很久以前，这里还不是公园，而是一片荒地。那时，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年幼的孩子居住在这里附近，生活困苦，过得十分艰难。有人说，她的丈夫在外打工多年，却从未回来，而她带着孩子独自面对困境，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最终，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她做出了可怕的决定，将孩子带到这片荒地，然后结束她的生命。那一夜的天空乌云密布，冷风如刀。年轻母亲带着孩子来到荒地的荡秋千旁，说了最后的安慰话，然后将孩子的生命亲手夺走。据说，她做完这一切后便失去理智，最后自己也随之结束了生命。多年后，这里被改建成公园，但那个荡秋千似乎一直被某种诡异的力量所占据，无论如何都带着浓厚的阴森气息。我还听说，有人曾夜晚在公园散步，无意间拍下一张照片。照片中的荡秋千上，模糊地显现出一个小小的身影，苍白而安静地坐在那里，仿佛在等待着谁。从那之后，无论是当地人还是游客，都会特别避开夜里的林之森公园，尤其是不愿靠近那座荡秋千，因为他们知道，若是夜里在那儿见到一个低着头的小孩，你最好别靠近，否则他的悲伤和怨恨或许会永远纠缠着你。白手传说，隐藏在镜子后的诡异手掌。白手这个故事，你可能听说过，也可能没有。但我劝你，半夜时别轻易照镜子，特别是那些看起来旧旧的、来历不明的镜子。因为在日本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在午夜时分，
如果你在镜子前待得太久，有可能会见到一只苍白的手掌从镜中伸出，无声无息地向你靠近。我亲自听过一位旅馆员工的讲述关于这个白手的故事。这位员工在夜间值班时曾经遇到过这只诡异的手。他说，那时候夜深人静，他正准备清洁一间客房，而那房间有一面古老的镜子，似乎已有100年历史。当他拿着抹布靠近镜子时，他无意间看到镜子里映出一只苍白的手掌，那只手只有一截腕部，不见手臂，像是浮在空中，彷佛从镜子深处伸出，欲挣脱而出。他被那突如其来的景象吓住了，身体僵在原地，眼睁睁地看着那只手慢慢靠近自己。就在他快要尖叫出声的时候，那只手突然消失了，像是从未出现过。然而从那以后，他无法摆脱那只手的记忆，并且开始频繁做噩梦。梦里那只手会不断从镜子中浮现，缓缓地伸向他，最后掐住他的脖子，让他无法呼吸。这白手的传说据说源于一个古老的旅馆。话说在明治时期，这家旅馆的主人娶了一位美丽的妻子，却也暗中与一位年轻的女士偷情。一天夜里，这对情侣的私情被老板的妻子撞见了，盛怒之下，妻子决定让那位女士永远消失。于是在那个诡异的夜晚，他把女士诱骗到镜子前，并残忍地将她杀害，然后将她的尸体藏在镜子后的墙壁里。据说那面镜子成了女士灵魂的囚牢，她的灵魂被永远封印在镜子的背后。那只苍白的手正是她在镜子后挣扎的象征。每当午夜来临，她的手便会浮现，像是试图穿越镜子寻找她生前的恋人，或者报复将她害死的仇人。旅馆后来关门了，但那面镜子并没有被破坏，反而被收购，成了某些古董爱好者的珍藏。每到午夜，那只手会在镜中再次浮现，提醒着人们这面镜子的黑暗过往。这面镜子被数字转手，而每位镜子的拥有者似乎都会遭遇奇怪的灾难，有人失去挚爱，有人一病不起。你说这是巧合？我可不敢相信。如今这白手的故事流传得更加广泛，成了人们对午夜镜子的恐惧来源。许多人不敢在夜里照镜子，生怕会看到那只无声挣扎的手。据说若是看见那只白手，千万不要靠近，更不要去触碰它，否则它的怨念会透过镜子攫住你，让你成为下一个无法逃脱的受害者。车内后视镜的女子。这个故事流传在日本各地，特别是那些荒郊僻壤的偏远山道上。话说有些夜间独自开车的人，当他们在半夜行驶在无人的山路上时，会无意间在后视镜中看到一张苍白的女人脸，一个穿着白色和服、长发覆面的女子，她的脸就突然出现在后视镜中，直勾勾地盯着驾驶员的眼睛。这个后视镜的女子据说并不只是让人害怕那么简单，很多人说见到她的人会遭遇各种离奇的车祸，轻则受伤，重则丧命。据传，当这名女子出现在你后视镜里时，你千万别回头，也别和她对视，否则她会紧跟着你，让你无法摆脱她的诅咒。这不是单单的都市传说，而是一段有着悲惨历史的故事。相传这名后视镜的女子其实是一位早年在这些山路上遭遇不幸的年轻女性。据说那时她正和未婚夫准备结婚，但在婚礼前夕，未婚夫却被迫与另一位富家女子订婚。悲愤交加的她选择独自驾车离去，试图忘掉一切，但在偏远的山路上，她的车突然失控，最终在悬崖边坠崖身亡。从那以后，无人知晓她的尸体到底沉落何处，她的车也从未被寻获。当地流传说，她的灵魂始终徘徊在这条山路上，等待着那些在午夜驾车的孤独旅人。我记得一位司机曾亲自讲述他的可怕经历。他说，那天夜里他开着卡车行驶在山路上，当时道路上只有他一辆车。
天气阴沉，四周一片寂静。突然，他在后视镜中捕捉到一个模糊的身影，一名长发女子正坐在他的卡车后座上，脸色苍白如纸，瞪着毫无生气的眼睛直视着他。他瞬间背脊发凉，试图加快速度甩掉那股诡异的感觉，但无论他怎么加速，后视镜中的那双眼睛始终紧紧盯着他。他不敢回头，生怕见到更加骇人的场景，于是他便一直盯着前方，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因为紧张而颤抖，试图保持冷静。终于在驶过一处急弯时，后视镜里的女子突然消失了，但他分明感到那种冰冷的气息仍然笼罩在车内，让他无法呼吸。从那天起，他发誓再也不会在半夜开车经过那条山路。后来，当地人也逐渐发现，这段山路经常发生莫名的交通事故，而车祸的驾驶员往往是因为分神或视线错乱导致失控。据说，那些在这里遇险的人最后都会承认，他们在后视镜中看到了一张诡异的脸，一个穿着白色和服、脸色苍白的女人悄无声息地坐在后座，用阴冷的眼神注视着他们。你可能会问，既然如此，这些人为什么不干脆把后视镜调转过去，或者在看到他时闭上眼睛呢？但事实是，那种灵异的力量往往会让人不由自主地盯着他，甚至会忍不住回头查看，这也正是他诅咒的可怕之处。这段传说似乎成了一种警示，提醒驾驶员们在夜间行驶时保持谨慎，特别是在那些人烟稀少、灯光昏暗的山路上。有人说，这名女子依然在寻找着无法实现的爱情，渴望找到能够代替她前未婚夫的灵魂，这样她才会停止那无止境的诅咒，真正得到安息。所以，下次如果你半夜独自驾车经过那些荒僻的山路时，若后视镜中突然出现了什么异常，记住，千万别回头。八尺大人，异界的高大女鬼。最后一个故事，关于八尺大人。或许这个名字对你来说并不陌生，这可是日本最诡异的都市传说之一。传说中，八尺大人是一位身材异常高大的女性，据说她身高接近8尺，约2.4米，穿着白裙，面无表情地站立在田野间。最诡异的是，她总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不停重复，像是在召唤你。传说八尺大人只会对特定的人显现，若你不幸看到他，那么你的生命可能已经步入倒计时。据说他的出现会折磨人的心智，让人夜不能寐，甚至会逐渐引诱你走向田野深处。听过他的声音或者亲眼见到他的人，若不尽快离开此地，就会无法逃脱，成为他的下一个受害者。这个传说的由来是有根据的。在日本一个农村地区，曾经有一位年轻男子声称自己夜间外出时，在田间看到一位高大的女子站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地盯着他。那种目光，他说冰冷无比，让他浑身发颤。他逃回家告诉家人，家人惊恐万分，认为他已经被八尺大人盯上了。于是他们赶紧请来当地的灵媒进行祈祷，才避免了灾祸。然而从那之后，他再也不敢在夜里独自走过那片田野。八尺大人其实反映了农村人们对陌生之物的恐惧，尤其是对未知的黑暗力量。他们相信，这种异界的存在或许是来自其他世界的灵魂。当地的老人甚至流传这样的说法：看到八尺大人的人不会活过7天。这成了一种警示，让年轻人不敢轻易在夜间走出家门，形成了一种古老的禁忌。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记得点赞、订阅鬼影档案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哦。我是鬼影，我们下次见。